爸爸华人，妈妈印度人。我想去中国继续读。中国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哦。看新闻是新闻联播吗？是那个 CCTV 啊。离开马六甲前，我们认识了2位中印混血的女生，她们的爸爸是华人，妈妈是印度人，并且她们能流利地讲中文。因为爸爸的教育，他们不玩手机，但是居然会看中国的新闻联播。第2天，我们不舍得离开马六甲，前往吉隆坡。马六甲是我们对马来西亚的初印象，在这儿我们感受到了家乡般的温暖。刚到吉隆坡，整座城市车水马龙，高楼林立，这大概是马来西亚的另一面。下面和费文涛开始今天的旅行。我们是中国人，你们是华人掺印度人哦。我就看你们长得两边都像。你们上几年级了？我上大学，上中学。中学，你大学在哪里？在我家马六甲，就在这里啊，好近的。那你每天都可以回家住了。我们在这个保安宫门口啊，碰到了2位可爱的小妹妹，她们是这个华人和印度人的混血儿，所以大家看呢，2位妹妹其实很漂亮啊，长相也是兼具了华人和印度人的特点啊。你们的爸爸是华人，爸爸华人，妈妈印度人。哦，那你们的这个华文主要是和爸爸学，还是在学校学啊？我们在跟爸爸学，也在学校学。学校也有学啊。你们小学就读的是华文学校吗？华文学校。那华文学校除了教那个华文，还有什么课程啊？英文、科学、数学、历史啊，还有设计、工技、美术啊，还有电脑。那你们马来语是在哪里学？也是自己学的，妈妈跟妈妈，爸爸跟妈妈讲马来文，我们学哦。哦，你爸爸和妈妈在家讲马来文。我们联络的时候就用马来文来说。就是你爸爸不懂妈妈那边的泰米尔文，妈妈不懂爸爸的华文，所以他们必须用马来文。然后你们就既懂华文，又懂泰米尔文，还懂马来文，然后学校还学了英文。太棒了，你们那个语言会的好多。对。我们想了解一下你们在学校，就包括有时候出来在外面哈，你觉得这个华人呀，还有马来人啊，还有印度人，大家相处的怎么样？好，很好啊，蛮好的。但是很多帮助的东西全部是给马来人罢了，我们印度人、华人很少。哦，这个我有听说，好像就是他们的福利会好一点啊，很多的东西给马来人罢了，华人跟印度人很少。哦，是这样子，他们人比较多嘛，占那个人口的比例蛮高的。那你们上学的时候，那个马来同学多吗？啊，我上华校的时候有2、3位啊。那你们华校最主要还是华人在读？华人有，马来人有，印度人有。华人最多吗？华人最多。最多的。那马来人读华校，他们是说什么语言？他们也有读华语跟读教育是马来人的语言。那你们在学校跟不同的这个民族的同学聊天，就通用这个马来文这样子。常常也是有啊，常有英语、马来语、华语，就各种语言混着说。怪不得你们俩语言这么好。我看刚才有一个欧美游客跟你们也可以聊啊。我们还想了解一下，你爸爸他的祖先是中国哪里的？大概？我爸爸是中国人，我是马六甲的。你爸爸是马六甲人，就他的祖先呢？祖先我不知道了。那你们去过中国吗？还没有。那你们对中国有什么印象呢？我有想啊，我想去中国继续读。想去中国读书啊？那你对中国有什么概念，或者你觉得中国是什么样子的？想象一下 ，imagine 一下。中国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哦。还有现在是用电话读电子东西电子东西。软件是吗？软体 ，TikTok。你们玩不玩 TikTok？很少。很少。我是不玩的，因为在学习的时候。要读书哦。好学生。我们也是啊，家里上学的时候不让我们看电视，也不让玩手机。要拿好成绩哦，拿好成绩才可以去大学哦。你们曾经听说过中国哪些城市啊？有上海、北京、武汉你也听说过？或者最想去哪个城市？上海。我们这次就是从上海来的，我们从上海到新加坡，然后再到马六甲的。那你们平时会看那个中国的
电视剧或者电影吗？有看新闻，看新闻？新闻有，还有看啊，是新闻联播吗？爸有看，是那个 CCTV 啊，还有连续剧那些。啊，中国戏。哇，你爸爸还看新闻联播啊，好棒啊！我们也是有看你，知道什么明星吗？明星也不懂。就是中国那些演员或者唱歌的这些，不认识，我大概知道那个名字。唱歌就懂了，周杰伦懂。周杰伦、啊徐丽莎、徐丽燕，他们的姓氏是双人旁一个鱼那个徐，所以你们是有华文名字，有然后也有马来文名字吗？英文名字吧。英文名字。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有没有想对中国观众说的呢？ Welcome to Malaysia，来走走，马六甲玩，吃好美食。吃好美食，这里美食真的非常多啊！我们这2天在这儿感觉已经胖了5斤了。好吃哦，全部好吃。好吃，真的好吃。中国的右剑风又吹到了马来西亚马六甲，我们在国内已经看过很多遍了，所以我们就不看了。因为这个《又见马六甲》是中国导演编的嘛，编剧什么的，跟我们在国内看的那种什么《千古情》系列基本上是一样的。今天是我们在马六甲的最后一天了，等一下吃完午饭，我们就要离开这里，坐大巴去首都吉隆坡了。那离开之前呢，我们再去酒店楼下的一个本地人吃饭的食阁，有一家很好吃的这个云吞面啊，还有这个鱼胶面啊，我们再去尝一下。在马六甲过马路真的是太害怕了，它这边有好长一段，感觉有超过2公里啊，这条路都没有出现红绿灯，也没有人行的斑马线。当地人呢都是小心翼翼的从车流中过去，除非有等到两边的车卡在某个路口的时候，才会有一段短暂的空白。我们就要抓紧这个时间过马路。然后这里的车开得又很快，大家看刚刚那个摩托车啊，这都常规操作，它是平均速度了已经。最主要我们过的时候，因为它左右是跟我们那边反向的，所以你的判断总会出现一些误差。就还是有些不习惯嘛，在国内过我们会先看右嘛，再看左，这边是刚好相反的。是，大家来这边过马路一定要注意安全，特别注意安全。到了，就这家面馆，在我们酒店楼下，我们俩天天吃，很好吃的。你好，老板，我们马上就走，所以出发前再来吃一次，很好吃哦。这么多地方玩吗？马六甲？差不多了，这里好吃的太多了。我们胖了好几斤，这里的饭就是比大餐厅会便宜一点。你看这个小份6块5，中份7块5，大份8块5。你要中份哦？要中份。他要一个中份的这个云吞面干的。好。然后我想今天尝一下这个没吃过这个老鼠粉。好。老鼠粉我要一个小份，也是干的。2个都要吗？对对对，加辣。好。这我们的老板特别的漂亮。对，这家也是华人开的，然后老板他们的祖籍是海南，这里就是马六甲本地人吃饭的一个市场了。这里白天没有什么人啊，主要是夜市。白天呢，只有一家，那个是印度餐厅，然后这里是一家华人餐厅，这2家是开门的。但到了晚上，这里超热闹，是一个小夜市，这一圈的这个档口啊，全部都会开门。然后那有一家肉骨茶，跟大家说一下哈，他们家的那个老板的女儿长得超级漂亮，如果大家来马六甲的话，不妨去那里尝一下肉骨茶，可以跟老板的女儿聊聊天啊。他们祖籍是广西桂林的。谢谢阿姨。谢谢阿姨。这个青色辣椒圈特别好吃，这个好吃，对。不够再拿，好，谢谢。谢谢。当地的阿姨还有当地的华人哈，都特别的友好。对，超热情。这个就是醋泡的。腌制的这种青辣椒圈，吃起来呢不是很辣，但是很爽口，就配着这个热热的面吃，很下面。这家店我们吃了有4、5次了吧？就这个云吞面是最常吃的，还有老鼠粉今天第一次尝，那个鱼胶面也吃过好几次，经常吃。老鼠粉不是老鼠粉吧？是这样子的，第一天来的时候我们闹了个笑话。这个老鼠粉的全名叫碎肉老鼠粉。我当时看了一眼，我说啊，我只看到了老鼠和肉这3个字，我在想这是什么东西。然后老板跟我们解释说，老鼠粉呢是因为它的这个粉的形状有点像老鼠尾巴，是那种圆圆粗粗的，所以叫老鼠粉。一会儿上来大家就可以看到。当地人做生意真的就是很休闲、很放松的状态，因为每家开的都是有点儿。你家开下午3点到下午6点的，我家就开早上的。我们这家店是2点整准时关门，是中午的2点整，现在是12点整，还有2小时，老板就打烊了。然后那里的店基本是下午4点半到5点之间开门，结束的话
因为是夜市嘛，结束会晚一点，到10点多11点。吃完这一餐就该离开马六甲了，有没有不舍？肯定有啊，这里是我们到马来西亚的第一站，然后马六甲的华人比例也会高一点，我们在这碰到很多很可爱的人。谢谢老板。谢谢。啊，我没有想到我的老鼠粉竟然还配了一份鱼丸汤啊！这里的鱼丸汤很好吃，就无论你要什么粉或者面，都会配一个云吞汤或者是鱼丸汤。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叫老鼠粉，看它就是长这样子的，就这样子。哦，是不是有点像老鼠尾巴那个？有点像老鼠尾巴。对，只是呢，提醒大家一点啊，如果饭量比较大的朋友来马六甲这里吃面或者粉，可以考虑要个中碗或者大碗，这个是小份。大家看一下这个分量，跟我的脸比，也不是很大了哈。是我第一次吃小焖没有吃饱啊。文涛的面也上来了，按照我们家的这个地位尊卑啊，我要给文涛亲自把面拌匀，让文涛享受一下帝王般的待遇。对，替我先尝菜，然后尝半碗出去了。对，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我们在这儿吃的最常吃的云吞面，其实广东也有，在广东也吃过。它这个里面会有几片叉烧，其实肉挺多的，我都搅到下面去了。叉烧，然后配了一碗这个。大家可能都很好奇，为什么云吞面里面没有云吞呢？因为云吞是单独盛的。这是一碗云吞汤，里面会有3个这种皮薄馅儿大的馄饨。对，这个也很好吃。我觉得我一会儿可以考虑再来一碗，毕竟要离开这儿了。这家是我们来到马来西亚后吃的第一餐，就这里，好吃，请您享用。欢迎你们来到马六甲的美食。好吃，超好吃！爱你爱你，谢谢老板，我们还谢谢老会再来板，的，抱抱。特别好吃。你们是我们来马六甲、来马来西亚之后吃的第一餐，对，第一餐，是很亲切的一餐。对，我知道你们是海南人，我感觉好亲切。好，拜拜，来吧。真的还挺舍不得的。你是舍不得好吃的云吞面吧你？不光那个老板，还有我们在前面买水那个小卖部的老板也特别的好。这边的每一个的华人听我们是中国来的，都特别的友好啊，跟你聊天，给你介绍当地的美食美景。那马来西亚现在经济是以什么为主？石油，还有一些电子产品是吧？石油、电子那个农业那个什么棕榈啊。哦，棕榈就是橡胶。宝子们，带你们去吉隆坡玩。我们现在这个车站呢，就是马六甲这边最大的一个中央车站。你们以后如果来到马六甲玩啊，也要到这儿坐车。他们这边这个 Central 啊，跟英文那个 Central 很像，但是就把 C 变成 S。进到这个车站之后呢，还要换票。OPPO、小米、蜜雪，绕了好多圈，我们终于找到在这边换票了。天哪，我们刚才在马六甲的这个车站是一通绕啊。这个车站其实不是很大，但里面构造非常的复杂。然后呢，我们买票的时候就提示我们要提前1小时来这里。我本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来才知道，是为了让大家绕一圈找那个地方。我们在网上已经买过这个票了，是1点半的，然后现在是1点10分。那我们在网上也已经支付过了，并且获得了这个2维码，所以不需要去柜台排队，就直接按他说的这个到闸机口检票就好了。这些口就是对应的我们每个人坐的车的位置。我们应该是在 D 口那里等车。今天真的好坑啊！我们在15号那个登机口上车口吧，等了好久，1点半的车，现在1点31了，一直都没有等到车。后来才被告知已经改到20号口了，我们赶紧过来了，但是大家都不知道改口了，所以每个人都没来，现在才开始慢慢上车。这是我们2个的座位啊，1号和2号，给大家看看 KKL 这个整个车。刚才老板亲自上来检查安全带呀。我这个安全带啊，一共查了3次，我们的司机查了2次，然后车的老板亲自上来又查了1次，就每个人啊，这个安全带一个一个的查。为什么查这么细呢？刚刚听这个老板是华人啊，老板说，要是在路上被抓到有人没有系的话，要罚他们300块。我们的车现在已经上高速了，我刚看了一下地图哈，从马六甲的这个客运站到吉隆坡的南湖镇汽车站，中间是133公里，大概需要开1小时40分钟，还挺快的啊。我突然发现文涛的胳膊已经蜕皮了，天哪！太阳太毒了，这边的太阳。对，啊，好心疼啊！干嘛？一边心疼一边撕皮，我好喜欢撕这个，撕这个好解压。
刚到马来西亚吉隆坡，很多事情就刷新我们的认知。当地马来族小哥告诉我们，马来人可以娶4个老婆，这里各种族之间的氛围很和谐。在吉隆坡的第一餐，我们品尝了咖喱味十足的印度餐，但脆弱的肠胃还是没有经得住考验。吉隆坡的这个南湖镇巴士总站还挺大的，这里就跟那个西安北站一样，站台一排一排的，然后出来之后呢，会有这个扶梯上2楼，再从那儿去到达大厅，然后打车或者转地铁。你觉得吉隆坡热吗？还可以，有一点热，有点潮跟马六甲差不多，我觉得。可能因为这会儿天阴了，气压特别低，因为马上要下雨了。这里还有行李车呀，太牛了！这个我们在其他车站还没见过。大城市，我们现在看一下怎么出去，因为这块太大了，我们根本找不到出口。哇，我发现吉隆坡这里的印度裔也蛮多的啊。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哇，我觉得刚下车那儿可能是因为有空调吧，走到这儿才感觉到吉隆坡比马六甲能高2度，还是有点热的。热，城市里面嘛，它这个热岛效应比较严重。哎，那个是火车还是地铁呀？像是城际啊。哦。刚到吉隆坡，果然下雨了。刚才超级的闷热，这会儿雨已经打下来了。在吉隆坡这边的雨啊，马来西亚这边的雨啊，都特别的大，哗哗哗的全是大雨滴儿。吉隆坡这边一个大哥跟我们说，我们在这边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财务安全，因为当地这个扒手挺多的。我们在马六甲的时候问当地的华人大叔，马六甲有没有飞车党？大叔跟我们说，你们要欣赏飞车党，也可以去吉隆坡去欣赏。对，大叔用了欣赏这个词。对，现在雨点还挺大的。这边雨超大。我们准备打车了，不过这个地方全是这个 taxi， 对，出租车。如果打网约车，好像要去里面。哦，就那个要走 pick up 和 drop 那儿。对，走吧，我们进去吧。冒雨进，走。现在已经打到车了啊！我看接单的好像是一位印度裔的马来西亚人。那现在我们已经走到了这个网约车的乘车点这里啊。马来西亚这里打车还是挺便宜的，马六甲不贵，吉隆坡也不贵。我们刚才看了一下，从巴士总站到我们订的酒店，一共有22公里的路程，打车只需要20马币，也就是34块钱人民币，我觉得还挺便宜的，还可以。相比新加坡的话，我们在新加坡根本不敢打车，来到了马来西亚之后就打车自由了，随便打，反正都不会太贵。在马来西亚任何城市都能感受到这种种族的多元性啊。你看我现在站的位置的左侧，那2位男士是印度裔的，这2位女士是马来人。大家知道马来西亚打车为什么这么便宜不？一方面是车便宜啊，另一方面很重要，这里的油便宜。因为马来西亚是一个产油国，这里的95号汽油只需要大概2马币左右，也就是人民币3块多一点，相当便宜了，比我们国内少1磅啊。我发现一个现象啊，在吉隆坡的这个巴士总站这里，叫网约车的人很多，大家在排队等着网约车，但是那边一长排的蓝色出租车都没有人坐，等不来顾客。所以我想问一下，是不是网约车的价格比出租车便宜很多啊？出租车很贵吗？有没有吉隆坡或者马来西亚的朋友可以帮我们回答一下吗？ This city is safe. Safe, yes. Robbery, no. Just be careful. 太可怕了吧 So crazy. Yeah. So it's very difficult to drive in this city, right? Yeah, because Kuala Lumpur is very busy. China also busy, right? Yes. Hi, brother. So how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lay and Chinese? Very good. 我们 C 小哥这个车技了得啊，这么多车里面可以自如的玩2个手机，怎么说？左一个右一个。所以怎么说呢？怎么说？马来西亚不养闲人。Hi, brother. For your Malay people, you do pray. You do pray. Yes. Every day. Yes, every day 5 times. Daily. 5 times. 5 times. So as a Malay, you can marry 4 wives in your country. Yes. Really? That's true. Wow. So how many wives do you got? I'm not married yet. Not married. Not married. 涛哥太羡慕了啊，可以娶4个老婆。是。涛哥这会儿已经啊，眼睛都已经气 China 红 how 了。 many? China only one. Only one. Only Only one. one. Only one, only me. Yeah. But you need to be very rich to marry 4 wives, right? Yeah. 1 wife, 1 house. One wife, one house. Really? Oh. 哦，真的不容易啊。所
虽然这里可以娶4个老婆，但是每一个老婆要单独住一个房子。If you want to get married or 4, Yeah. you need to ask permission. Oh, permission from the first wife. The first wife. Oh. If I want to marry the third, so I have to get the permission from the first, second and first. Yes. 哦，先入为主啊。哦，就是说，如果你已经娶了一个老婆，你再想娶第2个，那必须第1个同意；如果你要娶第3个的话，那必须第1个和第2个都同意。是这样子的。如果他们不同意的话，你不能娶；如果娶了，就会触犯这个律例。对，还是挺严的啊。对，挺严的。虽然可以娶4个，但是还是没有原则的嘛。是。So we can almost say that this tower from the whole city, right? Yeah. Yeah. 哇，露出来了，看。Yeah, yeah, yeah. 1个半，2个。It's amazing. We know this twin tower for maybe more than 20 years, but the first time we saw the tower, it's amazing. So how about the housing price in KL? Housing price? Housing price Yeah. is very high. Very high. Yeah. But 2,000 US dollars? 1,000 ringgit. Nice to meet you, brother. Thank you so much. 现在前台的小姐姐去里面帮我们复印护照了。这里有一个告示啊，有个游客税是需要征收的。按照马来西亚政府的政策，所有的外国游客将会被征收每房每晚10令吉，也就是17人民币。这个游客税啊是地方政府收的，所以每个州是不一样的。我们在马六甲的时候是4令吉，然后这里就是10块了。到房间啦。大家好，一起来拆盲盒。这怎么还有一个玄关的位置？带大家参观一下我们的房间啊。这个房间的面积我订的时候显示是26、27平，还可以哈，挺大的。今天如大家所愿，主要是如文涛所愿，我们订了一个大床房。然后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窗外的风光。我们这里其实是可以看到很多吉隆坡的这个高层的。那里就是刚才我们来的时候，司机跟我们说的那个塔的塔尖儿，一点点。然后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购物中心，就我们这周围，吃饭买东西还是挺方便的。怎么样？这洗手间很大吧？挺大。看看，这里是马桶，然后这里有个超长的这个洗手台。接下来就到了喜闻乐见的猜价格环节了。大家猜一下，我们的这个房间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它的价格是多少呢？好了，大家可以猜3秒啊，3秒后我们揭晓答案。3、2、1，这个房间的价格是260元。因为吉隆坡毕竟是首都嘛，这里的酒店的数量是挺多的，有很多选择。但是首都的价格肯定不会太低的。我们选的这一家其实是在吉隆坡属于中等偏下一点的。要住稍微好一些的，可能要400-500吧，像那个宜碧斯就要500块。我们这个酒店的房间里是没有瓶装水的啊，不过呢，每一层的这个过道里，这个酒店都放了一个饮水机，有开水，然后还有这种直饮水，还挺好的。我们现在去下面买一些饮料，那明天我们就可以不用买了，明天我们可以直接拿瓶子白嫖酒店的水，接这个直饮水。什么白嫖啊？我们是给过房费的好吗？一天260呢，大哥。对，付钱嫖。保证你们听到什么了吗？这边又开始吟唱了。每次吟唱一开始，我们旁边好像有一个清真寺，现在开始到了这个祈祷的时间了哈。每次吟唱一开始就会让我意识到自己是在一个穆斯林的国度。我们刚从711出来呀，我们发现这一趟旅程啊，在新马这边的711东西卖的极贵，比普通的小超市要贵的，但是泰国的711也不会。是啊，泰国的应该是711买东西最平价的了。但新马的711真的特别贵，大家来新马旅游哈，最好不要到711去买。这边的711，我们给出的结论就是711只坑穷人。这家也是印餐吗？看起来挺好吃的呀，一股香料味儿，哇，咖喱味儿，太好吃了，这肉屉的味道啊！这又下雨了，这天是10分钟晴10分钟雨，10分钟晴10分钟雨，哎呀，我俩被搞崩溃了。不过这边南亚餐提闻起来挺香的哈。啊，好吃啊！印度餐很好吃。哇，快躲！我的妈呀！天哪，这雨说下，哇妈呀！我只能说这边雨是真大呀！瞬间呀！我们前面有一年去越南，当时那个雨好大，完了我说咱们赶快撑伞吧，小陈，就越南小陈。小陈说
这个在我们这里是毛毛雨啊，根本不需要。我现在领略到了，他们这边的大雨是真的是很大。我们上次见这样雨，你记得在哪儿吗？还是在上次？你记得不？你忘了是吧？在墨脱，你记得吗？那个墨脱，我们去那个学校旁边。停了。哦，这没声音了，瞬间小了，很快就没有了。所以我们接下来在吉隆坡的5到6天的游览中啊，必须包里带伞。这边的雨说来就来，但来一阵子很快又没有了。又来了，又开始了。这一下雨，这摩托车都疯了，开得好快。这个雨感觉一时半会儿停不了啊。我们既然被困在这儿了，干脆去前面的印度餐厅吃个好吃的吧。既来之则安之，既来之则吃之。嗨。雨太大了，我们点餐也点挺费劲儿的。 How much cola? 啊 Cola ，cola 啊 ，How much? cola 3 ringgit。我们也点好餐了，宝哥给您看一下，我要了这个炒方便面，因为这边吃的感觉都挺辣的，我只要了一个比较中优点的，就这个炒方便面。你那个好像是7块钱。对，7块钱也就是10块钱12块人民币。然后呢，我们还要了一个这里很特色的印餐啊，就这种饼。Roti。对，蘸着他们那个咖喱酱。是。还要了一个可乐。上次吃还是在吉隆吃，这次已经到马来西亚吃了。对，上次吃是在吉隆吃的尼泊尔人做的。是啊 ，Thank you, sir。Thank you。这是狒狒点的好吃的，点那个 roti， 就是一个当地的一个烤饼。对，就拿这个饼蘸着这2种酱，蘸着这个颜色的咖喱酱吃，狒狒食欲大增啊！你是觉得这个吃完会窜稀还是怎么样？尝一下我的这个饼啊。印度的这个饼很香的哈。对，这饼里面好像还有调料。哦。咸咸的，有一点调料，蘸着酱吃，是吧？这个酱啊，它里面有蔬菜，胡萝卜呀，还有这个是青萝卜还是什么的，放到一起做这种菜糊去蘸。有孜然，味道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我觉得老这么吃也没营养啊，是吧？所以这个很便宜嘛，是吧？对，这个便宜，我这一份好像才2.6马币，也就是4块多人民币。对。然后这个酱我不知道什么，我要尝一下。我尝到里面有大蒜，有孜然，是那种稍微辣一点的酱料，也挺好吃的。这个可能就是蒜泥吧，我觉得。这黑黑的是什么？菜。这是那个香草的叶子啊。对对，菜叶。各种香料。意外的好吃，真的吗？还不错，挺好吃的。你要被绑架，你就眨眨眼。Thank you。delicious, good。我的炒方便面来了，就是一些普通的炒方便面哈，加点豆腐，然后豆芽、小柠檬、白菜、青辣椒圈。对，但是能感觉到这边人的食量都不大哈。你看，一点点，在中国根本不够我们吃。可能天气太热了，感觉大家都吃不下。又到了为文涛试菜的环节了。每次这个环节，我们家的家庭地位高下立判。一试吃半盘，又没了。啊？还不错，怎么看你的表情不像不错？但里面它各种调料都放得重，胡椒啊、盐啊，还有其他我不知道名字的调料都放得重，不错。这里面的蔬菜很多啊，豆芽、青菜，还有这个包菜、豆腐、鸡蛋、辣椒圈、小柠檬，还有胡萝卜。是，只要不放柠檬，怎么都好吃。这个宝子们也吃一点，宝子们也吃一点。吉隆坡第一餐先从印度餐开始，明天我们再尝试马来餐和中餐。不是说说而已啊，这个印度铁子的饭真的好吃，光盘行动达成，老板等着问你要钱的，旁边站着，站2个人，还把你跑单，一说跑单，老板吓的。大家知道我们这餐吃了多少钱吗？告诉你们，你们都想不到，一共才花了12马币，也就是人民币20多，不到21块钱。对，还带一个可乐呀。这个帅哥对我们拍视频很感兴趣。Hi, can you say hi to our camera? Thank you.